好，周末呢，咱们分享了很多数据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周二给大家呢看到几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指标，然后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鉴于最近呢有很多新人来，同时呢老嫌我分析的太废话太多，说的太慢，大家就看我们这缩略图啊，就这一分钟不用，半分钟用完了，所有说的这个结论结束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这里风险增加，然后呢个股我就说了 AMD 高风险啊，我是开仓了。周线级别 XBI 特斯拉观望，持有苹果。如果你现在就既要你要这个结论，然后大盘看空啊，这个如果你要的结论要完了就可以关了。然后如果明天没有跌，明天但凡要涨，回来骂死胖子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跟我一起，如果你想听我们的分析啊，你觉得分析的过程比较重要啊，你不愿意跟那些人一样啊，就看一个结果，然后过来骂人，那么请您跟我进入视频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跟我看一下，就是昨天我在 Discord 里其实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对几个个股和这个判断吧，就是也是说到了同样的一个点，就是市场深度在这个地方，或者宽度也好，深度也好都没关系，它在这个地方啊其实走得非常弱，这个市场的风险其实很大的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昨天跟大家说的话。那么其实是这样的，还是这句话，我想在这里分享给我们的公开分享给我们的这个 YouTube 观众，那就是说多头的衰竭不代表一定就会转向空头的高潮。那这是为什么？就是说我们明明有的时候是走弱了，然后你去空，你最后还是归零，就是因为我们在操作层面上，它有两种可能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，比如说我今天一会儿给大家讲半导体板块的一个退潮，你该如何去躲避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多头明显衰竭的情况下，它不是马上就非多就即空，因为市场上大量的时间是横盘跟你耗啊。我们说四种动物形容市场，我们猪、熊、牛、猴，现在这种市场是猴市，其实是难度最大的。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，就是正好我们这个刚开学期还在招生，那么现在的话呢，我也就是还没开，我跟大家随便讲了非常重要的点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思维，比如说就贝叶斯思维和一个叫什么来呢？就跟打扑克一样，我们有一个叫做剥削式弃牌。那这个两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剥削式弃牌？什么叫这贝叶斯思维？就是所有的东西，首先你要有一个概率的概念。什么叫概率的概念？就是你有概率的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不是什么都是100%的。当你面对比如说今天的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，那你先验概率这个地方明显是对你不利的情况下，或者说当别人有很大的一个仓位，就是或者说对你来说没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优势的情况下，你是处于严重的一个落后方。我随便讲一个简单，比如说对手有非常强的牌，或者你去玩21点，庄家翻出来是一个 ace 或者是个脸牌，比如 K 啊、10啊这样的牌，那么你手上先给你发了张牌就是个5，你这个时候明显处于落后的情况下，你就不可能在这里进行加注。所以我想说的是说，我们要告别所谓的非黑即白、非涨即跌的这种弱势。所以我想跟大家在下一次说明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如果你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思维，你永远不可能在市场中生存。也就是说，你骂骂咧咧的，最后还是账户归零，你还是市场中带走。所以这一点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在市场中的观察，首先还是你该什么呀？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几个关键的数据。好，还就是没有加入我们 Discord 的朋友呢，可以加入 Discord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它是付费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没有自动链接，不用去问这里有什么，你就自己去链接去那链接，你就去点，然后你不喜欢了，你就用这个链接推定就好了嘛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 Sentiment Trader 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，是跟昨天我看到的差不多。什么呢？就是市场上现在面对的一个深度，它用的是 New High New Low。New High New Low 这个东西是这个 Alexander Adler 特别爱用，他用来判断市场中的一个强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这一波的上涨过程中，我们其实是什么？是有几个大块头，或者说是 AI 板块。原来我们经常用的叫 M7 或者是叫 Magnificent Seven，但是呢 Magnificent Seven 我们一会儿会分析，本身内部也是出现严重的分化。先是什么？先是他们一起带着大盘涨，然后出现了分化，分化之后，现在前排的也出现了一个什么走弱的一个迹象，那么意味着我们上场最强的带着大家冲的这些人，他们已经开始出现了疲态。那么你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看 Sentiment Trader 的一个分析，那么就是当市场上出现了标普和纳斯达克出现了
我们说的是纳斯达克大于5天，或者标普啊 after 纳斯达克大于5个 new high，然后呢，但是 average 的 new high 和 new low 比例非常低的情况下，那么在3周之前出现类似的情况下，那它结果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整体上我们说2个月和1个月到2个月就变得非常危险了，也就是正好符合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什么呢？大家看到这是 seasonality， 就是2月的 seasonality 其实是非常弱的，尤其是2月 seasonality 的后部。那么我们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增加，尤其春节完了之后，这个是非常大的增加，因为现在是财报季才刚结束之后，大量的公司是没法进行回购，也就意味着你现在没有大量的资金在这个地方接，那这样的话，再加上流通性的一个降低，你很有可能在这个月，或者说这个月的下半旬，或者说在3月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风险释放，那么这个风险释放有可能是下跌。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就应该满仓加注做空啊？不是，为什么？第一，现在市场上的趋势和走势还没有完全走空。第二，我们还有一个可能去破解这样的什么呢？就是出现我们这样的咱们说的这个大的科技股出现分化的时候，我们小的，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型的，或者说我们一些传产，比如说我们假设，比如说迪士尼，对不对？我们迪士尼是不是？或者说我们传说中的这个医药板块，或者说我们传说中的其他的一些非咱们说，比如说能源板块或者金融板块，他们这些板块如果在这个时候轮动回去，就是资金从半导体出来，往这些板块再去轮动的话，那大盘又变成轮动了，又横盘了。你这会儿如果去做空，其实也是非常吃亏的。所以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找你能找到的、能有交易的、成功的这么一个机会。如果你觉得找不到，或者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困难的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的就是所谓的剥削式弃牌，就是对方有大牌的时候，你明知道你是玩不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把你的牌弃掉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等你有大牌的时候，等你有非常强的牌的时候，选择下重注。那就是首先第一点，我们说到了，在这样的市场的一个地方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风险。那么这个风险看到了之后，首推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龟缩，就是忍让就是弃牌，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思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，是专门针对半导体板块，我们来做一下它的一个分析。那么首先我给大家看我们看呢，就是说最近不是领涨特别多的，就是这个 SMCI 嘛，就是这个超级电脑。OA 电脑，然后呢，这里面走的比较强对吧？是因为的。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，风险比较大就是 AMD。我跟大家讲这3个股票是我们现在关注最多的半导体板块股票。那么有人说呢，高通是这样的，高通是顶苹果的，它跟苹果是在现在一个赛道里面。然后这个不多讲了这个我具体分析的话，我留给到平常我再看到了一些咱们说具体的，比如说市场变化了，我得实时跟大家更新。那么如果是我们这种视频的话，我跟大家讲，那比如说我们来看 AMD 这个地方，我跟大家讲，大家看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，大家看这样的 K 线组合是不是我们就照猫画虎，照葫芦画瓢，按图索骥总行吧？大家看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，连续的2根大阴线，上面连续再加上一个小的假突破，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？这个地方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弱势形态。那你面对这样的弱势形态，大家看这样的地方大家看这个，我上次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交易量的判断 AMD 的方法，在我们 Discord 里面，其实就是说我其他的可能其他股票我不知道，或者说有些股票可能不符合这个规律，但是 AMD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规律，就是因为我也长期做 AMD 就是说 AMD 的放量它对放量就是交易量特别敏感这么一个我跟大家讲，比如说我们就随便把 AMD 看作这样的一个指标，大家看任何比如说这个放量区，大家看这是 AMD 的放量区，然后呢你不可能说就是一放量就是马上就顶点就暴跌了，不会，但是它一旦放量区就容易转折。大家看任何的一个这个地方，我们换个平台让大家看的不太，我换的一个这样的，大家看把我的指标也关。我们来看任何的一个放量区都容易放量区这就形成放量区，这是一个尖顶放量，这是一个放量了，连续放量区，这是不是一个放量区？这是放量区，就是不管有时候放量是因为4-5，有的放量是因为1R，有的时候放量是因为炒作。那么
我们先预告一下，对于放量的一个概念，我们正在制作。那么我们的小学老师将在后面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成交量，通过成交量来辅助我们交易的一个方法，不光是有理论，而且还有就是操作。那么说完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它对成交量，它是个对成交量特别敏感的股票，因为它是个动能股，它是这种机构、游资和散户都在里面玩的。这一点有点像特斯拉，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一旦大家看，一旦像这个地方开始放量了，放量以后只要缩量，你就可以走一个波段。大家看放量之后缩量走了一波段，但一旦再出放量，尤其是变色，那你就要特别小心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连续一个放量，放量之后你缩量走一个波段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看它的量能下不来，因为 AMD 迟迟的成为市场中非常被关注非常多的这么一个焦点啊，非常关注非常多的一个焦点。那么它在这个地方明显走势是弱于英伟达和什么呢？和 SMCI 的。那我们再可以看到一个，它不仅是这个走势弱，而且它什么？它在这个走势过程中，它是一个我们称为跟风片。这跟风片就是它不是最先涨的，它是后涨的。它涨的也没有 SMCI 多，对吧？那么它是后涨的股票，那么它就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一波 AI 的炒作上，我再说词，炒作就是炒作。你说投资也行，投资那是另外一会儿，投资人低的时候你不投，60的时候你不投资，你现在180了，你在这投资，投资不是投资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炒作，已经拉上来的时候进行炒作的过程中 ，AMD 它是落后的，所以说它第一个先下。就一旦线下的话，大家看这里有很多量能不够的话，大家注意上面在这个顶部啊，来180块钱投资 AMD 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这个60块钱，我这么喊，杜妈 AMD yes， 然后天天被人嘲讽，等涨到180了，你都价值投资了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站岗。所以我们要小心第一点是 AMD 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风险，而且我跟大家讲的一点是 AMD 在这个位置上你很容易套牢，就是一旦它下跌就套牢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超微电脑，大家注意，我知道的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什么一个中资的这么一个中资什么，就是这个走势啊，这个走法，还这个拉盘的方法和整个对于 K 线的一个画图的这个把握，非常的像什么？非常的就是你如果不给我看是 SMCI， 你告诉我这是一个 A 股，我跟你说绝对是特别像，就是它的走势非常的中资化，或者说非常的 A 股化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K 线啊。这个画 K 线走 K 线走成这连续的上涨放量换手，底下的这群人啊，这群捞的人早都拉升过程出完了，所以在不断拉升过程中延续我们对半导体板块的热度。那么当它真正下来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就不会是给你一个什么机会做一个次高，你下一个次高就不定哪儿去了，大家知道吗？就说像这种小股票，你的这个地方次高定在哪儿次高了，它就没法让你就是说。给你一个真正次高容易出，往往就是直接喷上去300多，直接拉到什么680、690，就是直接翻倍，翻1.5倍，翻非常多。这个时候当下来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次高逃命了，直接就往下闷。所以你这个地方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股票的话，那你也是应该要小心啊。当然了，说小心，跟人说这个风险明天再涨又得挨骂，又是死胖子。大家讲，你要注意。为什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半导体地方？我们说这个走势中最受关注的是英伟达，英伟达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出现疲态了。你看啊，这是一个横盘吧？大家看跳空以后的横盘，这是强势横盘，这个就跟刚才 SMCA 就不一样，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美股式操盘，就是在这个地方通过非常长时间，大家看从哪天开始？这是2023年的5月份。到现在，这是超过一个6个月以上的横盘进行，天也是盘整就盘整好久，然后对它进行充分的换手，最后再进行拉升的末期，这是典型的美股特征，非常容易走。但是 A 股中不会是拉升的过程走加速，A 股是上来就要拉，而且在不断的冲破这个高点的过程中，它在拉升的过程中换手。但是你看，英伟达在这个地方。一直都是缩量的进行，大家看拉升的这根是一个爆量的阳线以后，它一直是一个缩量的拉升，缩量拉升，现在开始爆量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没说，大家看啊，你看这里是一个爆量了，这里一旦爆量出来之后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里已经有人开始出了，开始跑了。但是跟刚才我们说 SMCA 它的量价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。
那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同时这3个股票给大家分享了，都出现了什么？都出现了风险。那么风险是什么？风险就是我们的操盘手法上来看，我们包括我们说现在走势来看，那么整个这个半导体板块，它是一个整体上处于风险了，整体处于风险。我说的是这段时间最强的，那剩下那几个弱的，剩下那些，比如说你这一直都绿的、红的什么这些，那就没什么可看了，我们也没分析的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说 AI 的这个地方，你要准备好退潮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。大家好，1年1度的反收割训练营封闭训练小班准备开始报名了。课程内容包括建立完整的交易模型和方法，避免大的亏损与错误，全面提升交易和思维模型。我将在未来的24周与您一起学习，随时回答你对课程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所拥有的问题，同时也会细致的审阅你们的作业，给予个性化的辅导与纠正。如果有兴趣，欢迎前来咨询。好，那么再讲一下我操作的话，长期的话我们说要吃大药还是可以。那么吃小药的话，看到的是我看一下XBI 嘛，但是大家要注意啊，这个长的这种交易记录，我平常跟大家这些讲的非常清楚，按照我的这些逻辑执行而已。这些我希望大家也是按这样的分享出你的思路，你有你的思路，我有我的思路，咱们做不一定就说时间周期，最后大家不一定都亏钱，没准而且大部分情况就是说，只要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，你会赚钱，我也会。是大家的一定是各做各，没有人能其他人的交易系统，有每个人的钱数。那我想分享大家说，这一波是一个，我们要等它一个什么？我们等它周线级别的横盘回调。那么它其实回调了，但它这回调非常弱，回调越弱，后面盘越强。所以我们是周线级别的操作，大家注意，这是周线级别的。说今天一跌了，又是胖子怎么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好是7周的一个盘整，这个就是比我判断或者说比我预期要强非常多。大家可以看啊，周的一个盘拉了一个大阳线之后，都在做缩量。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，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是单阳不破，这个地方是个单阳不破，拉上去之后单阳，其实这个单阳也是个不破，但只是说它这个走稍微深了一点。那其实，在后面的过程中，哪怕再继续下跌也没关系，继续向下沉，它只要不是个大阴线灌下来之后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其实时间换空间，时间换的越久越好。我们希望时间换的越久。其实我们这一波已经告诉我们整个趋势的判断趋势。大家看啊，日线上一个高点没打破，那么这个回调速度特别的慢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周线配置。对它的一个判，说了 XBI 的周线级别配置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忘了哪儿啊？就是苹果在这个位置上，我的周末给大家分享交易战法，这有一个汉尼拔葱，对吧？汉尼拔葱爆巨量，然后呢低开之后猛往上拉，这个看之前还有过大的机构股，或者说是市场上有大平可，这样的话，苹果的走势就很稳了。那这个位置上就守这个大阳线的这个头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单阳不破是守它的屁股。现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其实不是单阳不破，你现在是汉尼拔葱，我们大洋葱的头。买入的价格呢，大约就是回调，差不多就是在这个185，比它还低点。然后呢，你就守这个大阳线，或者你可以守它前一根线的屁股，差不多就185、85、86左右。现在才189，往下再回调点震荡也行。是意味着什么？大家看，这就是一个强势，在这就看到它一个强势。那有人朋友会说了，
不是大盘看风险，大盘看风险来做个股。因为大家注意，就贝叶斯理论，什么叫贝叶斯？就是你不可能是非多就是空，就是我看空一个市场，我就一个多仓都不能看，因为我的多和空它不一定对啊，就是我只是一个概率事件。那我在做交易的过程中，我每一个案例都要按照它最好的一个操作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先看宏观上，我们宏观上确实是看这个风险非常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仓位进行降低，以降低我们的风险。那么另外的话，我还可以怎么做呢？我还可以，就是我把我的这个止损，就是找这种止损非常近的，比如说你这个位置上185到189，我找到这个止损只有3-4块钱，白股就3-4块钱。你想你买一手亏3块，180多亏3块钱4块钱，其实这就2%都不到，对吧？那我如果向上的话，那这个不止，你到200的话，你也10几块钱，它至少是个4:1到5:1的交易，就值得这么做。所以说，苹果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，就是我在这个苹果观察。好，最后啊是聊一聊我们创业板这玩意儿，好家伙，这汉地拔葱，这大葱啊，汉地拔大葱。上次跟大家分享，前几天出来了以后，平均啊，有天股灾就前天嘛，它股灾就是虽然指数没有下跌多少，但是你个股平均跌8%，所以这时候有仓位的人就爆仓嘛。爆仓了之后呢，就是发的就是第一波的这么一筹，第一波抢筹，那么就会就是说白了就是吸血，别人的那个尸体啊，别人的血筹码出来之后，一定会引发很多，就这跟政策什么没什么关系了，因为政策谁就是说那么多政策出来都跌，这两天没什么政策出来大涨，其实不用去思考一个政策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解释就是血筹码，就是说出来之后已经很多人爆仓了。但是之前我们说国家队的这么一个救市是有用的，他把很多的看多的基金其实就是你在那后面一接盘涨起来之后，他们借机可以减仓出货，减少点损失，防止爆仓。所以其实是降低了一个金融风险，因为你如果真的是爆仓太厉害，比如说我们用3-4千家基金吧，平均去年是就50%起，这月下来就是干下去20-30%，这一年加1个月下来之后，这好家伙60-70没了，那他很多的基金就不能干了，他必须平仓。所以就是这个血筹码出来之后非常狠。那昨天其实就是晚上下午盘，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先是大盘起，又是一个熟悉的味道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日内一开始的话，就是明显看这黄白线就根本就是完全不着边了，就是底下的小型股票啊，它根本没跟上，然后大型股票呢拉着指数，后面的话就基本贴合了之后，大概小型股票下来了。所以我对这个判断的是 bias 是，如果我们短它就会，如果它不能支撑，它这个位置就会出现再次向下，或者说拉几天之后再次向下，就像上次这样的一个，也可以。那么我们观察什么？观察它对于我们市场这种宽度 ，A 股特别看宽度，就是说你这个情绪看这种宽度能不能实现一个支撑？如果宽度实现支撑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基本就是底。那我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应对的话，我就是如果它是个底，我们后面一定会出现很多赛道和个股行情，会远远跑赢大盘。A 股这个玩法跟美股特别不一样，这个就不多讲了。那么后面的话，一定有特别好的机会。那如果它不是底啊，那这个地方上来之后，其实有很多的盈利的这个空间，盈利就包括这两天，其实账户也还一个仓位不大，还一个就确实也是红的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那红的很大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不断的做一些 T 进行降低。而且呢，就是保证自己有一定仓位在里面，因为这里足够低了，而且血筹码也足够多了，一定有一定的仓位在里面。逢高呢出去之后做 T 或做反 T， 尽量降成本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比如说昨天有一部分仓位就踢飞了，就它涨了23%的时候我就卖了，结果它今天涨7%，那我就可能踢飞了一部分，那没关系，等它再涨的话就再出一部分。那跌下来了之后呢，在日内可以再接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操作来进行什么单的这么一个操作也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我想说，比如说中概的这个，我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机会，看到今天
大号吧。大号的话，我看财报啊，财报的话影响还不会，对于中概来说，财报的影响应该是懂的都懂。它的这个走，其实这个里方有放量之后的一个什么？看这是标准的，咱们说一定要单阳不破，它其实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补缺口的这么，但是上升进攻的话呢，这个是进攻头肩底，那么就看它这是能不能延续。如果这财报猛拉一波的话，也不用追，它一定会有一个回调，因为上面的话套牢盘还没有完全消化完，所以它还会有一个震荡回调。我们看它的反应。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直接跌下来的话，那大概率这个位置上，像88这个走势也不会太差了，因为这个是真金白银有钱，明显能感觉明显有钱。我们再去进行新的定读和操作，或者说还在头肩顶突破颈线的位置玩。所以说这个看一下它那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去找一下。好，最后呢就跟大家说加油，然后我们最近机会也挺多的，我会在这里一直陪伴大家，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服务是真的是口碑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